欢迎，公子大人的朋友，祝你今后在愚人众平步青云。我们都是凡人，不是冰之女皇。凡人的想法就像冰层下的水，是不会永远坚固锐利的。失礼了，请容我回到正题。公子大人说，他与你们的约定已经完成了。约定完成了？啊，是指他之前说的要帮我们找人吗？是的，公子大人答应，会为你们找到能够突破僵局的人。愚人众执行官的承诺从不落空。那么他人在哪儿？大人在琉璃亭。呀，是琉璃亭，我听说过。璃月的两大菜系梨菜和粤菜，互相斗争了几百年，不分上下。梨菜的最高代表就是琉璃亭酒家，老板特地把店开在了飞云坡，和代表粤菜的新月轩当面竞争呢。不要这么说嘛，总之有好吃的，我们快点过去吧。哟，你们来了，约定已经完成了。我找到了能帮助你们的人，能解决岩神的仙体被七星藏匿这个难题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又在哪儿？琉璃亭里吗？没错，跟我来吧。我准备了一场在这个国家叫做饭局的见面仪式。有幸又见公子，敝店蓬荜生辉。雅间已经准备好了，钟离先生在等两位。呀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朋友是道上人士，往生堂的客卿钟离先生。在璃月，像往生堂这样的产业，总是不得不接触一些道上的生意，而我们愚人众一向都喜欢与这些在阴影中行走的朋友们打交道。在阴影中行走。二位幸会，我听过你们在蒙德的传闻。道上人士，阴影，送人往生。哇，难道说往生堂这个组织是？没错，正如你所猜测。往生堂是执掌葬仪的组织，旨在送人安心往生。难道是把钟离先生误认成杀手了？愚人众的朋友里确实有很多杀手，但往生堂并不是做这一行的，起码明面上不是。毕竟还是道上人士嘛，这就不能细说了。总之，我带你们来认识钟离，是因为我有办法让你们见到阎王帝君的仙体。什么？不必惊讶。虽然在天泉星年光的操纵下，岩神的仙体早已被藏匿起来，但还是先听听钟离的说法吧。阎王帝君虽是众仙之祖，但说到底也算是仙人之一。纵观璃月数千年的历史，仙人纷纷离去，这是不可挽回的趋势。因为时代变了，你在绝云间应该也已体会到这种变迁。如你所见，仙众的时代正在远去，人的时代正在逐渐成为现实。往年每位仙人离去时，都会有一场盛大的纪念仪式，这是璃月的传统。但这次竟连七星都无暇顾及这项传统，实在不成样子。是啊，连真正的凶手都没抓到呢。谋杀神明的奇案，往生堂不关心这种事。往生堂关心的是，请仙的仪式如此隆重，送仙的仪式就没人管了吗？旅者，
我从公子那里听说了你的事。既然你与风神有些交情，那么可否考虑与我一起筹备一场送别炎神的仪式？仔细想想，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没错，再多思考也是一样的结果。天权凝光，它正在阻止任何人瞻仰帝君的仙体，所以如果你想达成寻访七神的目标，就只剩这样一条渠道了。正是如此，唯有参与送仙典仪，你才能再次得见炎神之躯。若你答应，就跟我来吧。详细的情况我们路上再说。好了，我牵线搭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怎样？这结果还不错吧？你们要走的话就走吧，不用管我。我也许会在这里再喝几杯，顺便熟悉一下筷子的用法。旅者，经历了神离开的城邦以后，你对璃月这有神之地感受如何呢？原来如此，你是这种类型的游人，那也不错。不过，有神之地3700年的历史厚度，或许你还没有完全体验到吧。筹办送仙典仪的过程，也会成为你旅途的一部分，增广见闻。璃月是陈氏7国里最繁荣的一国，往年也有神灵镇守，七星统治，所以愚人众的许多外交手段，在璃月都施展不开。七星之一的凝光始终对愚人众重重防备，或许这就是公子想借往生堂关系办事的原因吧。我们要办送仙典仪，对公子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对我来说，愚人众只是提供资金支持，我只希望璃月的传统不要被人遗忘。这是公子给的第一笔垫付资金，如果用完，也可以再去找他报销后续款项。哇！好了，我们动身吧。筹备仪式的第一步是要取得品质足以匹配神灵的最上等的夜泊石。哟，客官，欢迎光临解翠行。今天要不要来开2块璞石试试手气？便宜又好玩，也许一不留神就发家致富了呢。璞石？不要不要，我们是来挑什么石头来着？夜泊石，品相至少要竹兆级。竹兆级的夜泊石？原来不是游客啊。失礼了，我这就拿货，请看。您看这怎么样？我们解翠行啊，可是玉石老字号，瞧瞧这品相，绝对上佳，简直是阎王爷也难得降下的恩赐。您就放心随便选吧。这3块夜泊石看上去确实都很漂亮，不像是平时挖出来的那种。但到底该怎么选啊？要不我们就随便选一种回去。很好，贸易之都的生存法则，看来你已经悟到了几分。那钟离先生的意见呢？这些夜泊石该怎么选？哦，想要我来决定吗？也好，要我说的话，答案其实很简单。答案是……老板，我全要了。好，这位老爷，我早看出您气宇不凡，出手果真阔气。等一下，老板，刚才他说的不算，我们再商量下。喂，如果仪式只需要1种的话，全买下来不就白白浪费3倍的摩拉了吗？摩拉，确实如此。啊，刚才没想到这方面的问题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啊，买东西怎么能不考虑摩拉呀？若凡事都要先考虑摩拉，也就等同于凡事都被摩拉束缚了手脚。摩拉天然是货币，但货币天然不是摩拉。这
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？虽然很懂宏观经济，但不懂得省一些小钱呢。不必动摇，即使摩拉束缚了手脚，我也有在束手束脚的情况下依然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叶博士品相的鉴别确实令人棘手，一块原矿不论好坏，它的质地、色泽以及内部的岩纹都不会有太大差别。只有当叶博士制造的器物成型以后，才会发现其中一些成品根本上不了台面。这时再去找那些奸商理论的话，他们又会以你的合成台不好、火候不对之类的理由来搪塞。好险好险，原来这东西是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不过真正的鉴别方式还是存在的，真正的内行人还是能鉴别的。如鱼见指月，观指不观月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用手指指向月亮，聪明人能明白你在指月，但不聪明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手指，看不到月亮。纹路、外壳，这些都是手指。夜泊石是夜间照明用的起始，亮度的重要性才等同于天上之月。优质的夜泊石会有更加的火元素亲和力，也就是说，在高温之下，光泽越亮越蓝的矿石，品相就越好。我已将玉石界价值千金的秘密告诉了你们，剩下就是实践了。价值千金？可惜潘萌觉得以后应该再也用不到了。老板，我们回来选石头啦，麻烦把石头都借给我们烧一下。烧一下？烧不得呀，几位老爷，你们烧完我还卖什么呀？罢了，还是听老爷们的吧。这样，我从3块石头上都取些样品来，我老实亏一点就亏一点，就当交朋友了。放心，商界的规矩我明白，只要证明是好矿，自然不会让阁下吃亏。好了，就拿这些做样品吧，我用刻刀切下来的，还标上了号。也太薄了吧，比纸还要薄，不对，比虫子的翅膀还要薄，薄的都快透明了。过奖，这些石头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儿，不这样温柔可不行。万一不小心割了太多，可就真要了我的命了。可是薄成这样的话，一遇到火就会马上灰飞烟灭了吧？想让生意人让出利润，就如同让饿狼吐出刚下肚的肉一样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但其实在特殊条件下，这些薄片也够用了。什么样的特殊条件？在施加火之高温的同时，用水的元素力从中保护，就可以让样品不至于瞬间烧毁。哦，这位老爷居然如此有见识，感谢体谅，感谢体谅。平心而论，我们没有给出一定会买的承诺，便这样索要样品，本身就是有失公平的。璃月的契约之道，还需处处基于公平才是。那么剩下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实验的地方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在蒙德的时候见过，达达乌帕谷里好肉族的丘丘人有一口超大的锅，很结实，应该能顶住元素反应。我们带好样品，然后出发吧。很久没有踏上风的国土了。我的蒙德朋友每次来璃月，都会带上几瓶地道的蒲公英酒。不得不说，牧歌之城的名酒，确实要比须弥的冷静蛇酒好喝不少。就是那口大锅了，可丘丘人们好像还在用它的样子。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插个队比较好。哇，里面还有汤呢！丘丘人的胃口可真大。
这锅汤刚好可以作为水元素力的保护，那就开始点火进行试验吧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派蒙也会帮忙记着3块样品的编号和位置的。那么现在开始，用火的元素力不断加热大锅，直到结果出现为止。钟离先生说，光泽越亮越蓝的矿石品质越好，要注意观察哦。哇，刚才的光亮是1号夜泊石的位置。又有球球人围上来了，是被刚才的光亮吸引了吗？真是群好奇的家伙，还是把他们收拾掉再继续吧。刚才的光芒是2号夜泊石发出的吧？球球人又围上来了，真是难缠。看来球球人对糟蹋食物的事非常愤怒呢。超亮，超刺眼！刚才那是3号夜泊石的光吧？明显比其他2份样品更亮呢，就选它啦。好啦，我们回解翠行买夜泊石吧。哟，老爷回来了，货都给你们留着呢，决定了吗？要哪一种？没错，我也记得是这块。没问题，既然看中了，老爷们就拿去吧。3号夜泊石这个种类的，来1箱。好嘞。话说，别怪我多嘴啊，纯粹是好奇。各位老爷要这么多极品夜泊石，是有何贵干呢？说也无妨，是制作送仙典仪的器具所用。送仙？最近我也听过不少小道消息，可一直没敢太多过问。那就是阎王爷他确实，难以置信啊。虽然如今解翠行有些没落，但祖祖辈辈一直多亏阎王爷护佑。据说200年前，阎王爷微服下城南，迷路时品尝民间小吃，就是用的解翠行的玉勺。俱往矣，俱往矣。既然是跟阎王爷道别所用，那这箱夜泊石就只收半价吧。啊，这真的可以吗？明明老板之前还是一毛不拔的样子。没有阎王爷的保佑，就没有这贸易之都如今的模样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怎么能去赚这种钱？老板，你的心意一定会传达给阎王爷的。在璃月七星与各位脚踏实地的商人共同努力之下，想必璃月也会一如既往的繁荣下去。好，谢谢几位老爷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哭哭啼啼的，财运都要溜走了。既然挑选完毕，我们就带着夜泊石去。喂，等等，虽说是半价，但也不代表可以不付钱呀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把付钱的事给忘了，让我看看。果然没带。没带什么？没带摩拉，真是惭愧，又疏漏了。那可怎么办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对了，公子似乎给过我们一笔垫付资金来着。好在有这些钱，老板看看够不够？够了，半价的话差不多正好。其实就算不够也没关系的。不错，摩拉的事解决了就好。我们先把夜泊石送去玉京台吧，那里是我预定的场地。一个摩拉都没出，钟离先生居然好意思说的这么轻描淡写。
啊，我会尽力记住。这次多亏二位。叶博士放在这里就行了，我已经派人去喊珠宝匠了，之后就会把它们打造成仪式所需的器物。对了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我还没来得及去见公子，珠宝匠的报酬也……那也只能这样了。话说回来，这里就是宋仙典仪的会场。这片场地我已经租借下来，开始进行仪式的筹备了。是的，用了相同的场地，这也是璃月七星默许的情况。可这里刚发生过那么大的案件啊！这么说来，我们作为嫌犯回到现场，要小心别被千岩君抓走了。不过总觉得从绝云间回来以后，就再没遇到过找麻烦的千岩君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有之前留在这里的阎王帝君的仙体，以传统而言，可称之为先祖法退。啊，对，是这个名字。钟离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所以先祖法退是被七星藏起来了吗？可凶手不是还没有调查清楚？只能说明七星已经心里有数，或者已经确定现场的线索都找齐了吧。那些事自会有玉京台的大人物考虑，想替他们分忧也只是徒增烦恼。在仪式举办前，先祖法退会被暂时安放在黄金屋。黄金屋？璃月唯一的铸币厂，也是全体瓦特唯一的铸币厂。人类七国所流通的摩拉，全都是在那里铸造的。不，我没在想不好的事，我是说很符合莫拉克斯的身份。但是钟离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呢？因为宋仙典仪得到了七星的默许，也算是半官方活动了，所以我能得到一些内部消息。或许他们各有目的吧，不过在这商业之都，偶尔被人利用也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。在契约之神治下的璃月，唯有契约不可违背。至于契约之外的小动作，我倒是无所谓的。好了，我们该去准备仪式所用的香膏了。香膏要去哪里弄呢？直接去买吗？不，这种敬神的香膏若要熬制，所需的霓裳花品质同样也是很特殊的。名为霓裳的花，其花瓣是上好的纤维材料，多用于制作锦缎，但它的芳香又十分清雅，尤其适合供奉仙神的严肃场合。又到了钟离普及上流社会知识的时间。更具体的细节，目前也不需要多言了，还是先随我一道去商人那里收购材料吧。老板，你们这里有霓裳花吗？霓裳花？嘿嘿，当然有。要哪一种？哪一种？就是最好的那种。原来霓裳花还有很多种的吗？嘿嘿，没见过世面的外国人还问这种问题。金屋藏娇、山阴锦簇、缥缈仙缘，这3种霓裳花，麻烦老板各拿1株来看。哦，这位老爷是大行家呀，身边2个是仆人吧？仆人就别抢在老爷之前开口了。我们好像见过。哦，是旅者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了，刚才语气不太好。请，贵客看看吧，还有什么想法也请说道说道。根据生长环境与祖先亲族的不同，霓裳花会呈现出不同的性状。老板这几株都不错，保存得很新鲜。
比如这种枝繁叶茂，花蕊如金乌藏娇，绿叶长存，多生于有复杂水文条件之地。而山阴或者潮湿之地，霓裳花多生得半大而蕊密，香气扑鼻，堪称花团锦簇。最后这类则是孤傲清冷，枝叶花排布极疏，开花时香气寡淡，却极为持久，是古人登山访仙时偶然发现。不过时至今日，大多野生的霓裳花都在离越地理变迁的过程中绝迹了，现在多是依靠人工培育。哎呀，先生确实是行家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多讲究。略通一二而已。我这位旅行家朋友才是不容小觑，是终将踏遍大陆各处之人。钟离先生太客气了。那么这3种霓裳花，我们该选哪种呢？老板，我全要了。又来？哼，听戏时要点最红的名伶，遛鸟时要买最名贵的画眉，此即人生。不过，这次买3种霓裳花，倒不是出于我的人生信条。你有所不知，根据传统，若将不同的霓裳花分别做成香膏，供奉在7天神像前，阎王帝君便会自己做出选择。不过这种古早时期的讲究和一些过于复杂的传统，都已经逐渐被简化了。但这是3700年来唯一属于7神之一的送仙典仪，我们还是遵照传统，逐一供奉这些香膏吧。所以，你们有带钱吗？你又没带钱吗，钟离？客官们，不好意思，插一句嘴，你们是要把这些花献给阎王爷？这么说也没错。嗨，你们应该早说。那次请仙典仪之后，我也听到了不好的消息，不吉利的话就不说了。总之，我也一直很担心阎王爷，担心那个消息是真的。如果是为了阎王爷的话，这些花就不收你们的钱了，替我带一份心意就行。这真的合适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没有阎王爷，就没有我这种小民的栖身之地呀。若不是当年阎王爷题诗，这些珍品霓裳花的身价哪儿能这么金贵？哇，一路上听到的礼乐风土人情，很多都是在某个时期受到过神灵本人的直接关怀呢。总之，要谢谢老板了，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忘带钱还不是钟离的错。嗨，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罢了。花已经到手了，可香膏要怎么做呀？最好能找一个有过制香经验的熟手。不过，我认识的人里几乎没有会亲自动手熬制香膏的。一听就知道都是有钱人。所以，要麻烦你们到城里问问看了，比如普通人家的小姐之类的。好吧，尤其是那种身上香香的，对吧？感觉还算不错的差事呢。我去7天神像附近等你们，做好香膏以后，就在那里汇合吧。兰姐，我们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接委托了，不好意思二位，请找其他冒险家吧。不用挂委托了，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。我看上去像是会用那种东西的人吗？总感觉被你小瞧了。可是兰姐身上确实很香呀，不是香膏的话，会是什么呢？这么说来，确实好像有一股香味。我想想，哦，莫非是我上次回来时采摘的清新？原来我一直带在身上。哎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兰姐竟然还有在路边摘花的雅兴。不过是要用而已，不要继续这种无意义的话题了。香膏的话，你们不如去找启命问问。是那位占卜师姐姐吧？
确实给人香香的印象。那我们先走啦，谢谢兰姐。有什么事吗，二位？启命小姐有空的话，想问你件事。香膏啊，我平时不用的，也没想过自己去熬制。不过我的身上应该会有一些脂粉的味道，可能让你们误会了吧。我平常在码头附近摆摊，可不希望香膏引来更多色眯眯的水手。这样呀，好遗憾哦。不过说起香膏，你们居然没听说过婴儿的手工香膏吗？婴儿？是春香瑶的那位婴儿？是的，许多人家的千金小姐都会拜托她熬香膏来用。据说她手工自制的品质比市面上贩卖的还要好。太好了，谢谢你的情报，这下应该不会再扑个空啦。终于找到我了吗？我可是等你们好久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要过来？我刚听说有2个人在满城找身上很香的人下手，我还担心你们不会来呢。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是对我魅力的考验呀。下手？怎么说的我们好像是危险人物的样子啊？以讹传讹，3人成虎，言行最好谨慎一些哦。放心，我知道你们的来意，是想我帮忙做香膏吧？需要什么样的呢？居然要同时做3份，想不到明明这么年轻，胃口却不小呢。该不会之前的传言是真的吧？是在物色可以送香膏的目标吗？情急之下编了个这样的借口吗？就算是献给神明，也不需要这么多种类吧？漏洞百出呢。好像钟离也说过，这种传统已经被遗忘很久了。总之，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谁又能说你做的不对呢？派蒙又听不懂了。好了，我帮你做就是了，来当我的助手吧。在熬香膏的这段时间里，你可得把心思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呀。那么，去哪里熬香膏比较好呢？哦，你说的是万明堂，不错的选择。那我们一起过去吧。我已经跟卯师傅打过招呼了，现在要准备开工了哦。你做好准备，对我负责了吧？我是说，负担起助手的责任。在我准备制作工序的时候，你就先帮我取些水来吧。水质还不错。接下来就要请你帮忙去合成台，从霓裳花里提炼出精油了。制造香膏的手法和炼金的手法大不相同，我来教你吧。要像这样，轻轻的、温柔的握住旧处，手掌也要注意紧贴，这样才不容易滑脱。然后用你最顺手的节奏搅动，直到霓裳花的汁水。果然有这方面的天赋，一说就懂。带上这些，到附近的合成台去试试吧。记得3种都要制作哦。虽然在精油阶段的外形很相似，但制成香膏以后，我会用不同的盒子帮你装好的。真是不错的霓裳花精油。那么，剩下的就是最关键的部分。我会把它放入水中，用慢火熬煮，直到水分几乎蒸干为止。
这里的火候很有讲究，火太大的话会让香味受到影响。请你注意控制炉火的火力，这是最后一步了。那些霓裳花的汁水，要好好的做到一滴不剩哦。3种香膏都顺利完成了，助手，你的工作完成的不错。呵呵，这也说明你是个愿意为了感情而努力的人呀，真是难得。好了好了，要我帮你介绍下这几种香膏吗？可以方便你对症下药。太萌也要听。这第1种香膏呢，甜蜜而梦幻的感觉，是小女孩们最喜欢的。第2种闻上去贵气凌人，是富家千金们的最爱。最后一种香气，轻柔却久久不散，如天光昏暗，雾色朦胧，最受成熟女性们的欢迎。记住了吗？可别用错场合呀。好，那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到这里了吗？那么，最后再送你一句话吧。想脚踏3条船，可要想好先抬哪只脚。呵呵，有空再来春香窑陪陪我吧。拿到3种香膏啦，快去7天神像那边吧，钟离先生应该等很久啦。钟离先生，我们把香膏带过来啦。钟离先生，刚才好像在对着神像发呆呢，是不是让你等得太久了？哦，你们回来了。我也没有等很久，比起神像所刻的阎王帝君的守望，不过是短短1瞬而已。人怎么能跟雕像比呀？说的也是。如何？你们把香膏带来了吗？3份香膏，1份不少。辛苦2位了，我们试着依次供奉上去吧。这是第1种香膏，婴儿小姐说它甜蜜梦幻，是小女孩们最喜欢的。这是第2种香膏，说是贵气凌人，富家千金的最爱。第3种香膏，香气轻柔却久久不散，如雾色朦胧什么什么的，最受成熟女性的欢迎。哎，刚才那是成熟大姐姐喜欢用的款式吧？难道说阎王帝君其实是一位大姐姐？说不定呢。阎王帝君的化身有万万千千，或许真有这么一个形象存在。可惜我们只见过那个特别巨大的龙形，而且希望璃月七星能抓到真正的凶手。那些就留给位高权重之人去苦恼吧。我们只需做好与阎王帝君的鉴别之礼。所以我们又完成了一项准备工作呢，下一项该是什么了？接下来，希望2位可以带我去借一下狄晨铃。狄晨铃？如今保管狄晨铃的是我的一位朋友，叫做平姥姥。他人在玉京台附近，你们向他问，他自然知道。好的，可是这次钟离先生不和我们同去了吗？我有些不便露面的理由，麻烦2位代劳了。哎，这次钟离先生的态度怎么神神秘秘的？世事无常，世事无常。咦，年轻人，你是来赏花的吗？可惜呀，
你来的不是时候，这琉璃百合都要谢完了。这些花为什么都谢了呀？在我那个年头，人们说琉璃百合通人性，如果他们听见了好声音，比如笑声啦、歌声啦，他们就会很高兴，会长得很好。但如果反过来，听了太多不好的声音，比如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，他们就会枯萎得很快。所以现在璃月港里的状况，这些花也感觉到了呀。是啊，燕王帝君之死的传言可不是小事，这大街小巷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说是于仁仲的阴谋，有人说是海里的东西要镇不住了，还有人说这些都是七星自导自演的。这座港口就和柴火堆一样，只要一点火星，火就要止不住了。唉，话头就到这儿打住吧。我老婆子年纪大了，就喜欢唠叨。年轻人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那个老物件呢？我记得，确实在我这儿，但是具体放在哪儿，我老婆子就记不清了。那是我年轻的时候，一个老朋友身上带着的小玩意儿。他看我老是眼巴巴地看着，就把铃铛送给我了。但他当年就和我说，假如以后有人来借这个铃铛，我可不能舍不得。这么多年了，这铃铛也不知道被借走了多少次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很久没人再来借这个铃铛了。唉，我这个老身子骨找起东西来慢吞吞的，你们怕是等不得哟。对，婆婆，我们陪您回家，然后我们自己来找，还能帮您收拾屋子呢。好了，孩子们，那个铃铛我也没有放多远，你们也别太操心了。诶，婆婆，您家就在这附近吗？哇，这可是玉金台呀，真有钱。我老婆子可置办不起城里的房子。看看这个湖，我的全部家当都放在里面了。全部家当？进不去，怎么想我都进不去吧。而且你为什么要让我进去？掀开盖子看看不就好了嘛。孩子们，总之铃铛就放在这个湖里，想找铃铛的话，就自己去看看吧。这是哪里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好了，孩子们，这就是我老婆子放东西的湖了，快找铃铛去吧。好像是婆婆的声音。她说这里是她的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真是很久没扫了，怎么有这么多蜘蛛网？孩子们，就麻烦你们帮我老婆子打扫这里吧。你注意到了吗？刚才的蜘蛛网是由元素构成的。这个湖里的灰，婆婆到底多少年没打扫了呢？你说
有这么神奇的壶，还拿着那个狄陈铃，这位婆婆会不会也是仙人？我越来越觉得婆婆就是一位仙人了。但是仙人们不应该都住在绝云间里吗？为什么她会待在城里呢？哇，这壶到底有多少层啊？要是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壶就好了，至少不用一直在野外露宿了。已经找到了，年轻人的手脚就是麻利。我看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孩子们，快点出来吧。年轻人手脚就是利索，这么一会儿就拿到了。仙人这2个字，我老婆子可很久没有听人正经提起了。至于我是不是仙人，孩子，你心里难道不明白吗？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全懂。不过婆婆，您就这么把铃铛给我们了？您不奇怪吗？燕王帝君刚出世，我们就急匆匆地来找您要铃铛。傻孩子，李月刚古往今来，不知道有多少仙人离开，也不知道折腾出了多少风浪。但无论是哪一次，都是按规矩先把送仙典仪办体面了，再去安排后面的事。一个劲儿地喊着抓凶手，却耽误了送仙典仪，在我看来才是本末倒置。现在你们来借铃铛，我揣摩着大概是哪位老朋友终于看不过眼，出来主持大局了吧。所以我又怎么会不肯借铃铛给你们呢？不还？哈哈哈哈！要是他们真舔着脸这么干了，那我老婆子说不得就要走一趟了。正好很久没见，去找他们喝喝茶聊聊天也是很好的。好啦，既然拿到了东西，就快点回去吧，可别误事了。再帮我给那位差遣你们的人带句话，就说有空的话过来喝喝茶也是可以的。老婆子我没什么家当，但总归还是有盏茶壶的。我们记住了，谢谢婆婆。不错，这正是狄陈铃。保管的还真不错。我们顺便把之前做好的香膏也安放了吧。自然是认识的，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这枚铃铛在他那儿？疑点重重，但你不想说的话，我们也就先不追问了吧。对了，那位婆婆让我们带句话给你，有空的话过来喝喝茶也是可以的。老婆子我没什么家当，但总归还是有盏茶壶的。这语气可不太适合你。不过他的茶壶确实很不错，用来泡茶再好不过了。等到了合适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带着好茶去见他的。那么仪式下一项准备该是什么啦？下一项我们去买风筝。风筝？钟离要带我们去玩风筝了吗？这算是中场休息？不是那样。风筝虽说是孩子的玩具，但在璃月的种种仪式上还有其他象征意义。我会为你们解释的。但我们接下来的行动还是先去把风筝买到手再说。好吧，一头雾水。
客人，来了。之前预定的7只风筝都已经扎好了，是现在要取吗？是的，辛苦了。这年头，愿意买这式样风筝的客人还真少见。要说早年间，倒是有些3教9流的朋友会用上。这位钟离先生是往生堂的客卿，所以他对3教9流的游戏规则也都能理解吧？不过这次旅途里跟钟离闲聊的东西还远远不止这些。他好像也能接上璃月人最爱的金融和政治话题，但却更喜欢说那些比较无用的知识呢。哈哈，因为我更愿意把这些趣事分享给你们。哎呀，孩子的玩具就是很有趣的东西嘛。不过，虽然我也挺喜欢看孩子笑，但毕竟还有点别的念想。精巧的玩意儿总能讨孩子喜欢，但这份精巧也是1000多年的积淀，背后都是有意义的。我在璃月做了40年风筝，对祖上传下的式样一清二楚。这位客人订的7只风筝，意义可不一般呢。没错，这是送仙典仪用的饰物，7只风筝象征7神。敬献风神的纹样，我特意把颜色自由地涂出了界。至于敬献炎神的，就要好好按照契约来画了。这种花纹是很古的，在黄金屋里也找得到呢。啊，黄金屋，这个名字我最近听过。嘿，这只风筝的雷纹，旋回感把握得很好，正如雷神想要的永恒。尽现智慧的草叶纹路，荧幕年轮，巧妙地融合在风筝的骨架里，令人赞叹。水面般平衡的正义，如火炽烈的战争，还有冰神曾经的，细节做得都很到位啊。偶尔能听懂行的客人多夸几句，也是赏心乐事。那么阿山婆，我就先把这些预定的货取走了。余款的话我来付吧。啊，是公子。只是路过。钟离先生还是老样子，付账或者喊人付账的时候，从来不看价格，也不看荷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其实既懂金钱的价值，也很明白人间疾苦，但他似乎不能理解穷也是一种可能出现在自己身上的境况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只是根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钱的自己。真是绝了，这种人怎么还没饿死？公子先生还是这么爱开玩笑。好了，买风筝一切顺利，进行下一项准备之前就不必休息了吧。送仙典仪需要物资，也需要人，在码头附近，我们可以雇到一些不错的帮工。把这个钱袋拿去。我不说你也明白的吧？讨价还价的事你自己来，可千万别让钟离插手哦。来晚一步，似乎错过了什么有趣的消息。下次想办法在更合适的时机出现吧。哦，帮工，可以啊！我阿大做事一向100%出力，当然要120%出力的话，价钱另算。说说看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我想想，玉京台那边还缺些木质的用具，因为不是什么稀罕物件，我就没特地准备了。没问题，跑一趟只收2万抹了，如何？好，成交。哦，老板是实在人，不错，我们成交了。
区域金台做一天杂活是吧？我没问题，一天2万5，公平交易。哇，这个出价有点贵哎，可不可以看在这位拯救蒙德的英雄的面子上，稍微便宜一点？拯救蒙德的英雄，没听说过。英雄没听说过没关系，摩拉总听说过吧？我全额付。哼，有这么些摩拉，也算是好价吧。皇宫，哼，行啊，但我可先说好，我阿三是冒险家协会的候补成员，欢迎冒险委托谢绝文书工作。冒险？去深山里抓几只仪式上用的金蝶，似乎是有那么些冒险意味。哎，这活也不算难，有失我候补冒险家的身份。哎呀，算了，那我就只收15000摩拉吧，怎么样？很公道的价格。就这点儿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公子，哎呀，不去不去，他要帮你报销，那也不去。本来跑1趟腿的，这不是变成跑2趟了吗？这样吧，我们一码归一码。你剩的这些钱我都先收了，然后给我一块铁矿，我就当做抵了这段额外路费，再去找那个什么公子，怎样？看来只能这样了吧。东西带来了吗？是块好矿。为了今后的冒险家生涯，我得为顺手的武器做好准备。行吧，做完事以后，我会去拿我那份工资的。哟，是办妥了，余下的钱就不用还了，自己拿去吧。替愚人众办事的人是不会吃亏的。哼，这种嗟来之食，难道能收买我？下一笔资金你什么时候给？有一个消息，只要你们能告诉我，我就把北国银行的金库对你开放半小时。什么消息？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？在蒙德，愚人众的女士。好了好了，真是的，在说什么呢？我们这是怎么了？刚才的气氛好奇怪啊！接下来，为了永生香，我们要去一趟布卜炉，那是璃月港里最有名的药炉。你们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正在跟他们说，余下的钱不用还了。那么我们就此别过吧。柜台前没有人呢，气氛也有些诡异。请问，老板在吗？欢迎光临。你们刚才有听见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吗？似乎是柜台那边。要不你先过去看看。原来在这儿，还没有柜台高。好像是真的，额头上还贴着符咒。欢迎光临布卜炉，我是七七。七七已经死过一次，后来被仙人救了，所以是僵尸。在蒙德，这种事就完全无法想象呢。这位小朋友，敢问店内是否有卖永生香？请问，药方有没有拿药方来呢？这买永生香的话是不需要药方的吧？和治病没有关系。有药方的话，七七可以帮忙抓药。
这是七七给自己的敕令。僵尸行动需要敕令，但这位小朋友不知为何是自己给自己下敕令的状态。七七小朋友，我们没有药方，但我们希望你帮忙找来永生香。可以哦。哎，怎么突然就可以了？但是你们也要帮七七的忙，这样才公平。店员给顾客帮忙，原来是不公平的事吗？哼，无妨，这样对等的关系也不错。在礼乐，交易的艺术就是换位思考。那请你们到天衡山，用龟中鸡帮我狩猎野羊。龟中鸡，他刚刚提到的东西，我有所耳闻。龟中鸡是远古先人在天衡山上架设的一种弩炮，属于机关术产物的一种，位置坐落在天衡古城垣之间，能够自行迎击体格巨大的魔物，防备来自外界的威胁。钟离先生真是对璃月了如指掌呢。也并非完全如此吧，比如这个耶阳，我就确实没有听说过。耶阳是传说中的半……哎，就这些吗？耶阳是传说中的半仙之兽，长什么样子不知道，哪里最多不知道，什么由来不知道。罢了，先去龟中鸡附近看看吧，或许到了那边就有线索了。耶阳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呢？想不到这么巨大，不愧是仙人留下的造物。可是这东西要怎么用呀？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操纵呢？现在是操纵不了的，因为坏了。居然坏了！毕竟历经了1000年的风霜，再是仙家机关，也很难维持原样了。那我们可怎么办？钟离先生，快用你那无尽的上流社会知识想想办法呀！怎么把我说的像是除了听戏遛鸟，别的什么都不会的纨绔子弟一样？我想想，其实龟中鸡建设之初，为了应对战损之类情况，是准备了备用材料的。若没猜错，在这古城垣之中，一定可以寻到当年的战备室。有了战备室里储存的材料，只要知道龟中鸡的运作原理，想要修理也并非难事。这么说，钟离先生是知道原理的喽？略知一二，只要收集了足够的材料，就可以稍稍尝试一下。战备室会在哪里呢？这些备用材料应该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请二位稍等，我来尝试修理。完成了，龟中鸡的结构比我预想的还要精密一些。哇，然后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呢？很简单，只要这样。看，仙家的机关居然还自带望远之效。这里没有，那里也没有。喂，你们几个在折腾什么？这大弩枪被你们收拾好了？你们乱动这东西干什么？不是什么弩枪，是龟中鸡。还有，在提问前先报上自家姓名，这是礼仪。看不出来吗？哼，我们可是盗宝团的大佬。传说这一带埋藏着各种宝贝，但这大弩枪虽然是个机器，却又好像是这一带的看守一样，非常难搞。上次我们进山，有个兄弟差点被他穿成了串儿。后来是我们几个冒着性命危险，才把这大家伙弄坏了的。可一转头，你们居然又把它修好了。我看今天真得把你们好好修理修理。
为了一己私欲，玷污先人智慧，你们更应该得到些教训。宗日，消失吧！一群不识相的家伙，哼！因这种人乱了心境，并不值得。我们还是回到和七七的契约上来吧。契约。我们虽然修好了龟中机，可是要杀的椰阳又在哪里呢？从刚才龟中机的搜寻结果来看，这附近除了一些常见的野生动物以外，似乎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。况且，如果是半仙之兽的话，凭借仙人的机关术，应该不难察觉。这……修都修了，就别说这种话啦。只是站在这里考虑下去，不会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不如先回布卜炉，承认我们没找到椰阳，再做打算吧。是啊，毕竟我们也……按照璃月的说法，尽力而为了呢。抱歉，恕我们未能完成契约。名为椰阳的半仙之兽，我们实在没有头绪。很失望。虽然没关系，但是很失望。看到七七这样，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愧疚感？椰阳的奶好喝，比一般的羊奶好喝，所以它们一定是半仙之兽。对不起，我的记忆力不好，所以我把那种奶的名字写下来。我找找。对了，就是这个，好喝的奶叫椰奶。对不起，二位，此前为与七七公平对等，我不经思考，答应得太过轻易。没关系，钟离。用璃月的话说，世事无常，悲喜难料，谁又知道结局会这么荒唐呢？七七说了什么错误的话吗？不好意思，打破小孩子幻想的事，可以交给你来做吗？七七好像陷入了思考。真是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呀！多谢你们照顾我家的七七了。阁下是？失礼，我是这家布卜炉的老板，白竹。原来老板不是七七啊，而且是个在脖子上挂了药材的怪人。真可怜，七七已经够单纯了，但居然还有比七七更单纯的受骗者。那个药材，那条蛇，说话了。我本不想开口，熟客还行，生客的话就难免会受些惊吓，可再不说话，就要被你们拿来跟抽屉里的那些蛇干相提并论了。这位是长生，他没有恶意。请问几位，撇开陪七七胡闹不谈，原本来此有何贵干呢？请问贵店有没有永生香？永生香啊，当然有。太好了，总算是没有白忙活半天。300万摩拉，品质上等。你去抢黄金屋吧。不过黄金屋现在被七星征用，大概会比平常更难抢吧。300万，乍一听也没什么，但以普遍理性而论，确实。这么多摩拉，我们是不可能付得起的。钟离先生就更不用说了吧。确实，
怎么办？唉，这次也只能再找公子求助了吧。鸳鸯，鸳鸯，太好玩了！你们居然被这种东西耍了一通，别幸灾乐祸。唉，真是眼泪都要笑出来了。好吧，为了感谢你们让我这么开心，我来解决所有问题。这位白竹老板，对吧？我是愚人众的执行官公子，不嫌弃的话，我们未来可以多多合作。若不捕炉有需要，愚人众可以帮忙建立椰奶的快速供货渠道。早就听说愚人众会拉拢道上朋友，但不捕炉是只用椰奶就能收买的吗？啊，椰奶，白先生，椰奶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多谢公子先生了，祝我们未来合作愉快。啊，这永生香也打个折，算你们299万吧。300万和299万有什么区别吗？299万，乍一听也没什么，但以普遍理性而论，确实比300万少了1万。好了，既然事情都解决了，我们也该回玉京台了。公子先生，白竹老板，七七小朋友，后会有期。真是一群有趣的人，好久没这么笑过了。那么，在我来这里之前，早已潜伏的你，有听见什么吗？是，公子大人，他们提到黄金屋被七星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哼，宁光还有七星，你们想要隐匿在黄金屋的，除了先祖法退，还能是什么呢？对不起了，但我早就告诫过你吧。须知离月古燕，隔墙有耳。好了，如此一来，帮工也雇了，永生香也已备齐，离典仪的准备完成也不远了。终于。如何，旅者？在这场向炎神辞行的旅途里，有什么收获吗？奇奇怪怪。哈哈哈，答案是哪一种呢？旅途中的疑问总是如此复杂，旅者的体验就交给旅者自己慢慢咀嚼吧。对了，作为一起筹办送仙典仪的报酬，我决定请客。放心，这一次我会记得带钱的。今天晚上，我会带你去寻访市井盛赞的港口老窖。港口老窖，喝酒的那种吗？没错，我们在码头附近的3晚不过港，不见不散。啊，你们来了，不必点单，我都已经点好了。这家3晚不过港可不像蒙德的那些酒馆，在这里，酒肆主人是会拒绝果汁这种不上道的东西的。所以这次，我给你点了1碗酒酿圆子。各位客官要是愿意听，我就继续讲讲宁光大人的群玉阁。哇，这里还有说书人，氛围真好。所谓市井盛赞，除了酒好，当然环境也要好。但这里所说的环境，与提瓦特游览指南里评判大酒楼的环境就是2种意思了。列位都知道，在咱们这港口上面啊，有那云上仙府烟霞行宫。什么叫手眼通天？您瞧瞧，这就叫手眼通天。
这就是宁光大人置办下的通天产业。在那天朗气清之时，您从那宫门外的甲板上往下一望，好厉害！那就是大半个璃月港的天地风光。话说，宁光大人每逢大事，就一定要来这群玉阁，屏退旁人，只带心腹3名。带上这仨心腹做什么呀？哎，原来是要他们在旁整理情报，处理资料。一份份摘要贴在墙上，是越贴越多呀。但在这白墙贴满之前，宁光大人一定能够拍板定案。拍板以后啊，他老人家就会碾碎所有资料，哇，把那些纸屑撒出窗外。好家伙，飘飘摇摇，好像突如其来的一场碎雪呀！那纸屑上的字迹，在全璃月的从商之人眼里，就好比雪地里的墨字，扎眼。有诗赞：飘飘纷纷，云上似坠雪尘；密密疏疏，一字贵如其真。动念间，河山气吞，人尽之，天权为尊。您且想想，这玩意儿虽是纸屑，但宁光大人用来决策的思路，那得多珍贵呢！您要能多抢1、2张，这宁光大人指缝里露出的好处，就能比同行多得1、2分喽。天权宁光，最近一直听到这个名字。璃月人在谈他，愚人众讨厌他，藏仙族法退的好像也是他。清仙典仪上，我们还见过他一面。不知道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？终于找到你了，绝云间归来之人。谁？请等一下，我不是千岩君，也不是前来缉拿你们的捕快，但我的确是璃月七星的使者。我是甘雨，月海亭的秘书，为见你们而来。确切地说，本职工作是对七星全体负责的秘书，而这次的临时身份是宁光小姐的特别使者。哇，说宁光的使者道，绝云间归来之人，恕我身处坊间，礼数不周。但我带来的这封信，是宁光小姐以天权身份正式拟定的邀请函，邀请您前往那座天上的宫殿。你说邀请函？是的，宁光小姐是这样说的，请她来，我要见她，在群玉阁，我会陪她一根一根的剪断繁杂的暗流之线。